第30章，辱人者，人恒辱之。望着那和薰儿并排行来的萧炎，场中的少年们脸庞上无一不是流露出许些嫉妒。在这萧家中，能和薰儿走这么近的唯一一人，恐怕便只有这出名的废柴了吧。广场边缘处，周围簇拥着大群同龄人的萧宁盯着萧炎的眼瞳中怒意盎然。小混蛋，看你过了今天后还有什么脸和薰儿在一起。低骂了一声，萧宁幸灾乐祸地冷笑道。无视于那一道道充斥着嫉妒与怒火的目光，萧炎领着薰儿直接行到队伍的最后方，然后互相低声笑谈。瞧着萧炎这副轻松惬意的模样，高台上的家族高层人士不由得有些惊异。这家伙难道不知道今天的测试将会改变他日后的道路吗？嘿嘿，恐怕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吧。二长老冷笑着低讽道。本来以为说出这话之后，身旁的肖战又要大发雷霆，可二长老等了半晌，却并未察觉到半点动静，当下不由得有些愕然地望着身旁的肖战。二长老，凡事还是等到最后再下结论吧，否则到头来只会自己扇自己的脸。肖战深深地看了一眼场中那垂首闭目的少年，淡淡的道。嘴角一抽，二长老冷哼道，希望吧，我也期盼他能给我带来点惊讶。好了，时间到了，都别磨蹭了。大长老沉声打断了两人的对轰。肖战微微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环顾了一圈安静下来的训练场，凝声喝道，你们都是家族的新鲜血液，应该知道今天的测验对你们来说有多重要。测验规矩，第7段斗之气以及其上判为合格，反之则为不合格。不过按照以往的额外规定，在测验完毕之后，斗之气7段以下的有权利向7段以上的同伴发出一次挑战，如果挑战胜利，那也能进入合格区域。既然大家都已经清楚，那么测验开始。随着肖战的沉喝落下，训练场之上的少年少女们顿时紧张了起来。黑石碑之旁，冷漠的测验员踏前一步，从怀中取出名单册，冰冷的声音让得被叫上名的人浑身发酥。盘腿坐在干净的青石地板之上，萧炎平静地望着那些因为斗之气不及格而黯然哭丧的同龄人，淡漠地撇了撇嘴，心头并未因此而有什么怜悯。这些喜欢嘲笑比自己更低级的人并不值得同情，他们在比自己更低级的族人身上寻找快感之时，或许并未想到自己迟早也会有这一天。辱人者，人恒辱之。坐在萧炎的身旁，薰儿小脸清雅，云卷云舒的淡然模样，犹如纤尘不染的一叶青莲，牵手把玩着一缕青丝，只是眼光偶尔扫向旁边低垂眼目的少年。与萧炎相同，他也并没有对那些黯然的少年少女表示过多的关注。萧妹，测验员的冰冷声音让得萧炎眉间轻挑了挑，微垂的眼皮的也是慵懒的抬了起来。一旁一直关注着萧炎的薰儿瞧着他这模样，不由得轻皱了皱翘鼻。哼，当初他可是对我这萧炎哥哥粘得很紧啊。微眯着眼望着那从容上前的红衣少女，萧炎淡淡的轻笑道。薰儿眨了眨水灵大眼睛，偏头望着萧炎嘴角那隐隐的嘲讽，微笑道，我很好奇今天过后他会用何种态度对萧炎哥哥。萧炎微微耸了耸肩，轻声道，一些东西被毁了就是被毁了，不管如何弥补，那也有着刺眼的裂缝。这家族能让我认同的人不多，几人而已。薰儿算吗？红润的小嘴掀起俏皮的弧度，薰儿娇笑着问道。萧炎笑意温纯，伸出手掌，双指夹着薰儿一缕青丝，缓缓滑下，微笑道，当然。水灵的大眼睛弯成美丽的月牙，薰儿目光微微迷离，那幅几乎深入灵魂的画面又是带着几分暖意缓缓出现。小时候半夜摸进自己房间的小男孩，用着那笨拙的让人忍不住有些想发笑的手法温养着自己看似弱小的身体。虽然明知道并未有多大效果，可小男孩却足足坚持了2年时间。精致的小脸上浮现可爱动人的小酒窝，薰儿略微偏着头，心中轻声笑道，这家族能让薰儿真心认同的人也不多，唯你一人而已。远处望着萧炎对薰儿的亲昵举动，萧宁脸皮一抽，心头的嫉妒火焰
让得他恨不得冲过去，对着那张可怜的脸狠狠地踩上几脚。斗之力八段。黑石碑之上，强光迸发，端正的硕大字体悬浮在石碑表面。萧妹，斗之力八段，高级。望了一眼黑石碑，冷漠的测验员微微点头，沉声公布。听着测验员的声音，萧妹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小脸上扬上了骄傲。1年时间，从第7段提升至第8段，这种进度在家族中足以排上前5，如此斐然的成绩，也难怪少女会大感满意。测验员声音传出之后，便是在训练场中引起一阵骚动，一道道羡慕的目光直射向萧妹。1年提升了1段斗志气，勉强吧。摸了摸鼻子，萧炎淡淡的评价道：薰儿把玩着青丝，目光只是随意的扫了扫那被众人犹如公主一般被围绕在中间的萧妹。经过萧妹这一个高潮之后，后面的10几位也仅有1人到达了7段斗志气，其他的都是被淘汰而出。萧薰儿，测验员冷漠的声音在这个名字之下竟然略微带上了点点情感。全场目光随音而动，豁然转移到那纤尘不染的俏美少女身上。萧炎哥哥，待会可不要吃惊哦。站直身子，薰儿俯身对着萧炎俏皮的笑道。挑了挑眉，萧炎望着少女美丽诱人的背影，喃喃道：难道进入斗者了？